摩克斯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今天要上课的内容是智慧路灯系统。智慧路灯它基本上是智慧城市所需要的一个系统。这个系统呢，是会建构整个智慧城市重要的一环。那这个智慧路灯，它基本上是整个城市繁荣的象征。智慧路灯基本上它必须要把所有的路灯都做连线到远端去做控制。那基本上它必须要做到节能的目的。那要做节能呢，我们就必须要有办法去做调光。那一般调光呢，我们可以用近距离调光，或者是远端、server 端去做调光的动作。那另外路灯我们还可以改变它的色温。那这个色温基本上它在不同环境之下，我们可以设定不同这个色温。那另外智慧路灯它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监控道路的情况，包括道路上的车、人，还有交通事故。那另外这个路灯呢，因为它上面有结合了一些感测元件，那包括亮度感测或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感测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这些资讯都可以透过远端控制连到server端去做大数据的分析。所以这个资料呢，我们可以收集起来，然后送到远端去做整个城市它的一些资料分析啊，包括你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啊，或者是整个交通的一些流量的分析。那因为现在这个路灯它所消耗的功率很大，每个月一盏路灯可能要消耗掉台币几百块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做这个智慧路灯呢，是要节能是它第一个目的。那一般这个路灯它操作的时候大概是晚上的时候，所以一般大概会有接近12个小时的点亮时间，所以它的时间很长，然后消耗的功率很大。所以我们这个智慧路灯呢，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功率节省的目的。那一般这个智慧路灯它会透过这个gateway啊，然后每盏路灯它锁定一个 IP 跟远端去做连线。那因为它每盏路灯它是有特定的一个地址，所以你可以在远端去做remote control，个别的控制每一盏路灯的亮度跟色温的情况。那这个路灯呢，基本上它会连线起来，透过这个 gateway， 然后 gateway 呢，它再透过云端，然后云端呢，它再送到终端的这个电脑或者是到手机去做整个系统的这个监控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一盏路灯坏掉，或者是电源供气坏掉，那你在远端可以马上去监控到，然后呢，对于坏掉的路灯，我们就可以快速去修复它。所以这个智慧路灯基本上它能够做到这个节省能量，也就是节省电费的目的。透过这个自动的这个开关控制，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打开这个路灯，需要的时候把这个路灯亮度减少或者是关掉，以达到的节省能量的目的。那一般我们大概在晚上12点到白天5点这种半夜的情况，我们路灯就不需要开得太亮，只要开50%就可以。那因为这个是人烟稀少的时候，路灯就可以不需要开那么亮。那接着这个是物件的侦测，也就是说，当没有车没有人的时候，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路灯的亮度把它降下来。那另外智慧路灯的另外一个诉求是安全性。我们这个路灯基本上希望它是永远是亮着，也就是说希望它是提供一个道路的照明，让使用者能够有安全的使用，那避免这个交通事故。所以这个安全也是智慧路灯的一个诉求之一。那基本上这个透过这个智慧路灯上面的一个摄影机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去监控整个道路情况啊，包括是否有交通事故，然后有一些可疑人物，以及保障一些妇女的安全。因为我们在远端就可以远端去监控这些道路的情况。那另外在这个路灯上面，我们要放一些感测器，像这个污染的感测的侦测，那我们就可以去监控这个路灯附近的环境。这个是现在目前在国外啊，这个是多伦多城市它上面使用的智慧路灯，他们把这个路灯改成全部 LED 路灯，然后加上一些智慧控制，那每年可以节省
6亿美金。这个是智慧路灯整个的架构图。那在这个路灯上面呢，基本上它红线这个部分它会全部连线，然后透过这个联网以后呢，它可以透过有线或者是无线，然后连到这个server端去做控制。那也可以用这个 PDA 就是用我们行动装置局部的去控制这个路灯的情况。这个是智慧路灯它一盏路灯它所需要的一些规格啊。一般这个智慧路灯必须要有可以做到 LED 调光，然后可以上面有一些sensor包括摄影机，然后有定时的功能。那另外还有提供一个资讯的显示、电力的供给，然后远端的控制。那在这个路灯呢，它基本上它上面的sensor大概可以有一些亮度的感测或者是污染的监控，或者风力的监控，或者是下雨的监控。那这些资讯都是非常需要的。那这些资讯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联网以后呢，透过这个远端，然后去做资讯的传播。那在远端呢，在我们的server端，我们就可以去做大数据的分析。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它远端控制的方法。目前主要是用 PLC， 也就是电力线的传输。那因为这个每盏路灯都要吃电，那这个电呢，除了电力以外，我们还可以送资料。那这个 PLC 技术基本上，因为我们电力系统是60赫兹，那我们可以用高频的载波技术载到电力线上面去传送资料。所以这个资料它会透过这个 modulation， 就是做调变，把这个低频呢把它调到高频，然后载到这个电力线里面去做传送。所以这个 PLC 基本上就是我们有一个载波的这个高频信号，然后把它 coupling 到这个我们的电力线上面去。因为这个60赫兹跟我们高频信号它是在不同的通信频段，所以我们在接收端只要再用一个 filter， 用个滤波器就可以把我们的资料取出来。那目前大概电力的频率大概是50到60赫兹，我们的这个 PLC 的传送资料一般设定是在500K 左右。那这个是目前 PLC 的通信的一些 solution。那一般这个电力进来以后，它会有一颗晶片去做 FHK 做频率调变，把这个资料呢调变到大概400-500K 的频率，然后呢再载到我们的 AC 线上面去。那另外还有一种通讯系统叫做 LoRa， 这个 LoRa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物联网的无线的连接器，它是透过 RF 去做资料的双向沟通。那目前在物联网这个 LoRa 是用了很多。那这个是 LoRa 的发射跟接收，那它上面必须要挂一个天线，这个模组里面都内建一个微处理器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对这个模组去写程式控制。我们最后来看一段智慧路灯系统的影片。那看完这段影片以后，你对这个智慧路灯系统会有相当的认识。那我们做一下课程的总结。我们今天介绍智慧路灯，包括了一些智慧路灯的联网控制方法，还有它的应用。那另外还有介绍了它的几个连线的技术，包括 PLC 以及 LoRa 的通信系统。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各位。